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如果说你是我频道的老观众，我相信你们都对中共国人在东南亚各国所做的一些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事情了如指掌。就在前2天呢，我是分别的做了2期影片去讨论中共国人在马来西亚以及泰国做的一些事情，譬如说刚刚在泰国的芭提雅犯下的恶性的命案，以及大量的中共国的黑工涌入到马来西亚，拿着旅行签证，实则是为了去淘金和打黑工。那随着这大量的违法乱纪的中共国人的涌入呢，是逐渐的把东南亚给彻底的赤化了。我们都知道啊，中共国人他们到任何的国家都不会入乡随俗的，他们会一定把中共国的那一套生存法则，丛林社会里面的生存法则，也一并带到东南亚各国了。譬如说，就在最近我刚刚看到的另一则中共国人在泰国搞的投机倒把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月30号的时候，泰国的网友发现，在某些社交媒体上呢，有大量的中共国的投机倒把的违法分子呢，是公开的招揽生意，声称呢是可以一站式帮助中共国人在泰国取得泰国的驾驶证，而且是不需要考试，什么都不要做的，是包拿到、包通过、免考试啊！就一听这个，他这个打的广告的这个广告词啊，就是似曾相识啊。因为呢，在中共国也是一样的德性啊，只要他把钱一交，根本不用去学车，也不用去练习，就有驾驶学校一站式的服务。专门有人帮他代考，很快他就可以拿到驾驶证。当这大量的根本都没有经过一个完善的驾驶训练的人都开着车上马路的时候，你想一下有多可怕吗？简直个个都是马路杀手啊！就是说，他连最基本的交通规则、安全驾驶的意识都不存在啊！更加可怕的是，当这大量的中共国人涌入到东南亚，他们也彻彻底底的把这些劣根性和他们中共国的这些违法乱纪的黑色勾当也带到当地的国家去了。你看现在中共国人所到之处，他们都有一条龙服务。我相信他这样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不单单是在驾照方面，是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情况，都是由他们这些违法乱纪的同胞在地下暗箱操作，搞这些违法乱纪的勾当。他是1对1的去服务他们的同胞的，他认为他们特别的有智慧，特别的聪明，为他们的同胞提供便利。因为中共国的人不管到哪里，到任何的国家、任何的社会，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如何去走捷径，如何去快速的达到他们的目的。法律、社会规则、道德、人性和底线，他们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达到目的，就是他们认为的智慧，真的是让人觉得无比悲哀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的观众朋友还记得，我上周有做过一个影片去讲中共国的山寨货，就是他自称他们是奢侈品的代工厂，所有的奢侈品都是中共国的工厂做出来的，然后贴了奢侈品品牌的牌子，所以卖的这么贵。然后有大量的中共国的山寨的这些小作坊跑到 TikTok 上面去打广告啊。最近呢，泰国的警方是刚刚的抓获了一个从中共国倒卖山寨货到泰国的，是有2万多件山寨货啊，直接被泰国警方给缴获了。
也非常的大快人心啊！你们发现没有？只要有中共国人所到之处啊，他就一定是各种投机倒把，各种的违法乱纪。他们真的是像那个大粪坑里面的蛆虫一样，出来之后就是一定要污染外面的环境的，一定要把他那个粪坑里面的肮脏污秽的东西也一并带出来的。他就是离不开那个污秽的环境，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当中去做一个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一个正常人的。我在我以往有关于东南亚各国的影片当中都已经预判过了，如果说东南亚各国不收紧对中共国人的免签政策的话，长此以往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在东南亚各国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反中排华的现象。我当时这么一说之后，还有很多东南亚各国的华裔来反驳我说：“哎呀，你多虑了，你想太多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的啊。”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现在已经有这种苗头了，就在最近，印尼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退伍的军人联名上书请求要遣返中共国的劳工，因为有大量的中共国的非法的黑工涌到印尼去搞各种的基建，就是非法逗留的。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已经退役的印尼的军官和上校，就是很高级别的人，联名上书给印尼政府，要求他们遣返中共国的劳工。现在在印尼有10多万的非法的中共国劳工滞留在印尼啊！你看一下啊，你们还记得很多年前印尼排华的事件吗？当时是谁引起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还记得吗？如今又再一次有这个苗头了。东南亚很多的国家都是多种族的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它不单单是华裔的国家，它是有很多其他的种族的，而且有他们的信仰的。那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当中，突然涌入了大量的中共国人和华裔一样的面孔，说着一样的语言的人，去做各种违法乱纪的勾当，把人家的社会搞得乌烟瘴气。时间一长了，其他的群族一定会有意见的。他这种排华的心理只会越来越严重的哦。那所以说，我真的不知道东南亚各国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不收紧对中共国人的免签的话，特别是现在啊，全部都是免签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就是任何的三教九流的犯罪分子啊，都可以轻易的出入到东南亚，简直就变成了中共国人的后花园啊！现在中共国经济这么差，他就大量的输出这样的低端分子、犯罪分子到东南亚各国，来把东南亚搞得乌烟瘴气的，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担忧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们来告诉我你们对东南亚未来几年的社会的情况的一个看法。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